上个月的9月16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在美国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啊，他的家人啊拒绝了所有亲朋好友参加他的葬礼。但是这个消息啊，还是很快传开了，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有名了，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时代的符号。他的名字叫宋彬彬。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啊，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啊，在这一年的8月16号，老毛呢在天安门广场啊首次接见100万红卫兵。我们感到更加亲切，毛主席永远和我们战斗在一起。我们有伟大的主帅毛主席，我们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要当一辈子毛主席的好战士，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就在这次活动中，宋彬彬啊作为红卫兵的代言人代表，他呢冲上了天安门城楼，给老毛的这个右胳膊上啊戴上了“红卫兵”3个字的袖章。从此啊，红卫兵这3个字啊传遍全中国。而宋彬彬跟毛泽东的合影呢，也让宋彬彬一时之间成为了红卫兵的形象代言人。现如今啊，几十年过去啊，当年这些风华正茂的少女啊，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小将啊，也都老了，正在渐渐告别人生的舞台。但是啊，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在我看来并没有谢幕。所以啊，宋彬彬去世之后，我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很想做一期节目，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话题，讲一讲这个人物。但是啊，无巧不巧啊，上个星期天，我的前同事柴静啊，也做了宋彬彬这个节目，我的节目还没做呢啊。我仔细看了一下，柴静的节目做得很好，他呢仔细复盘了宋彬彬啊，当时他们学校里头那个校长卞中云被打死的细节。柴静呢还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宋彬彬是历史的污点证人，他呢就是给毛泽东胳膊上挂的那个红色的袖章上面究竟有没有沾染上卞中云的血呢？说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宋彬彬作为他们学校的红卫兵的负责人，究竟应不应该为他们校长被打死的这件事情啊承担历史责任？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诘问呐。我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啊，我呢还是有些话要讲。当然了，一些具体的历史细节啊，我就不重复了。大家有兴趣啊，去看看柴静的节目啊。我呢还想讲一讲宋彬彬，讲一讲他那个时代。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他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那么我这里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宋彬彬啊。宋彬彬呢是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啊。这宋任穷呢，当时曾经做过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改革开放之后呢，他也是中共的顾命8大臣之一。他的女儿宋彬彬呢，在文革期间啊，正在读高3。她读的这个学校赫赫有名，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女子附属中学。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女子附属中学可不在北师大旁边啊，它其实距离天安门广场啊，也包括中南海，只有不到1公里的距离。建国之后呢，因为合并之后啊，就成了共产党的御用的红色贵族学校。毛泽东的2个女儿啊，李敏和李娜，也包括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啊，都在这个学校上学。应该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啊，只要是女孩子，基本上第一选择都是这个北师大的女子附属中学。有统计啊，这个学校啊，一共有6个元帅的女儿，12个副总理的女儿在这个学校上学。经常啊，一个班上课的时候啊，高级干部子弟的孩子比普通的孩子啊，普通穷人家的孩子还要多。就是这所学校在文革期间赫赫有名，经历了2件重要的事情。这2件事情跟宋彬彬都有关。第一件事情呢，就是1966年的8月18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凌晨，在群众大会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出乎意料地来到广场。这一举动前所未有。过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或主持群众集会，而这一天，毛泽东与东方的第1道曙光一同出现在广场上。据宋彬彬事后回忆啊，
他其实那天上天安门城楼呢，也算是有点偶然，因为那天上天安门城楼呢，是毛泽东的一个偶然的决定。看到红卫兵在底下100万人喊的时候，毛泽东说让娃娃们上来吧。于是呢，临时就开始挑各个学校的人。宋彬彬呢，因为是高干子弟嘛，就被挑中了，所以他们学校一共上天安门城楼的是40个人。红卫兵吧都特别激动，纷纷的去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戴红袖章。有一个人问我说：“哎，彬彬，你干嘛不给主席去戴个袖章呢？”1000多个红卫兵走上天安门城楼之后啊，大家都非常兴奋呐。当时他旁边有一个人叫常科，这常科呢也是一个高干子弟啊，他的爸爸呢不是上将，是中将啊，叫常乾坤，是中国空军的奠基人呐。他当时手里头拿着一个也是一个袖标啊，想冲过这个警卫线去给毛泽东身上去挂这个红袖章，结果呢被警卫给拦下来了。拦下来之后呢，他回来就跟着宋彬彬商量，他说还是要给毛主席啊去挂这个袖章，这样我和2个男生冲过去啊，把那个卫兵啊给抱住，然后呢你冲到毛主席身边。宋彬彬就答应了，因为他们头一天晚上做的这个红卫兵的袖章啊，是北师大的学生设的，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实际上没有组织，也没有固定的名称，他们当时就想到了红卫兵这3个字，并且把老毛的这种书法作品呢，找出来拼成了红卫兵这3个字。当时啊，常科他们抱住这些警卫之后啊，这宋彬彬是个女孩子，一个箭步就冲过了这个警卫线，就冲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的身边当时是公安部的副部长谢富治。这宋彬彬认识他，因为谢富治曾经是他爸爸的手下。这谢富治呢就问他，他说你要干什么？宋彬彬就说，他说我要给毛主席啊戴袖章。于是啊，他冲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去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那个袖章。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他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这句话啊，当时啊就传遍了全中国。毛泽东这句看起来轻飘飘的一句话，掀起了当时北京市的红色8月，其实也就是动乱8月。北京市的教育系统啊，就开始砸烂公检法，砸乱他们整个的教育系统。一个有着无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出现在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日日夜夜仰望的北京城。就整个北京市的教育系统里面啊，被批斗致死的人，现在不完全统计的名单就有几十个。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啊，我们的专门有一门课，就是北大清华与文革，我们老师就给我讲到了，北大当时被打死的、自杀的老师加起来几十个人，其中有一个老师的死，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这个老师啊，当时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想要上北大，结果呢，他没批，成绩不合格。那么文革发生之后，那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如日中天呢，到了空军呢，他就越想越害怕，就自己就跑到了北大的后湖，就跳湖自杀了。所有这些死亡的教授们都被冠以畏罪自杀的名义，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当时那个所谓的血腥8月当时的残酷程度。大家现在看到的那个文革期间最开始的那个武斗岁月，其实就是从这个8月18号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那个时间点开始的。因为此前的红卫兵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文斗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文化大革命要怎么搞，但是毛泽东就放手大胆地鼓励这些学生们要通过武装斗争、武斗的方式去行使自己的那种革命斗争的权利，血腥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8月18号之前的半个月，在北师大女附中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卞中云被他们学校高3一班的学生给打死了。这是北京市整个教育系统，甚至是北京市的红卫兵起来斗争之后打死的第一个人。这件事情非常惨，因为这个卞中云呢，早年呢是毕业于燕京大学，他呢在1941年的时候跟他的丈夫王敬尧呢就投奔革命，到了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啊。那么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呢，这个
卞中岳啊还在人民日报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他特别喜欢教育这件事情，所以以后就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女子附属中学去当老师，后来从普通的教师一直做到教导主任，做到了副校长。文革开始之后呢，这帮高干子弟啊，最先听到风声，毛泽东要组织这些学生造反，所以这原本岁月静好的这些红卫兵小将就开始起来武斗，批斗这些学校的校长们。8月5号这一天，卞中云被强迫劳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下去了，就被这学生啊给弄到了走廊里，漏到了走廊上，用狼牙棒活活打死。母亲的这个头上，就是这个一个右边的这个头的后部一个窟窿，右臂这个上臂上也是一个血窟窿，那个血还在往外渗。两个这个当时没看着下半身，就是脸上就是浮肿。后来我就和父亲就到另外一个房间，我们两个就抱头痛哭，内裤上就有大便，哎，对，有大便。当时父亲看了这个，那爸爸看了这个以后，就不能控制自己，就在他的小房间里就趴在地上。当时夏天嘛，铺着席子，他就把那个席子啊用嘴啃了好几口，都啃烂了。据亲眼看见的人说，他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发下跪，发挑土，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他后来又被发去扫厕所，刚登上第3层台阶，他就一头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意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师大女附中一教师，8月8日20。真的是太惨了。她的丈夫啊叫王敬尧，他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所工作。在他妻子去世之后的第2天，他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买了一架照相机。在当年啊，这照相机可是奢侈品呐。他买了这个照相机做了什么呢？他把自己妻子啊近乎于赤身裸体的那样的一个尸体啊拍了一张照片，就平躺在地上。在火葬场里，他又拍了他4个女儿围绕着他母亲的遗体，也拍了一张照片。我看过那个纪录片的导演胡杰那个作品啊，我虽死去啊。他当年采访这个王敬尧的时候，这王敬尧还把他精心保存的他妻子的血衣拿出来给他看。窗口从嘴里面掏出来的药麦，这是身上的窟窿洞啊，流血，还有伤口嘴里面，这后来是我们孩子们带去准备给他包起来的东西。这是他过不去的一个伤痛。卞中云的死也成为了北师大女子附属中学啊这个学校这个历史上的一个伤疤。在这之后啊，由于文革结束了，被彻底否定了，
那么围绕着卞中云的死，这个学校里的这些风云人物们，这些红五类们，也包括当年的那些红卫兵们，就自动分成了几派。一派呢保持沉默，因为有人说卞中云的死，当时谁在参与打击啊？谁打死的？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刘少平的女儿刘婷婷，他们当时是亲手打人的凶手。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是一直保持沉默，包括邓蓉，在写自己回忆录的时候，他把整个他在北师大女子附属中学的这段经历都抹去了，都没有提，更不用说提他在文革中间的岁月了。这是一批人，就是事关当时直接参与的一批人保持沉默。还有一批人呢，在拼命的洗刷自己，说我们虽然是红卫兵，但是我们没有参与直接打啊。你比如说像宋彬彬，宋彬彬这几十年一直觉得非常委屈，因为很多人觉得他有责任呢，因为他当时是学校里的一个什么副司令啊、副总指挥啊。那天卞中云被送到医院邮电医院的时候，他是8个签字的那个学生之一，有他的签字。所以宋彬彬事后多年一直在试图澄清，说这件事情他没有参与殴打，殴打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柴静的这期节目就围绕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展开的。柴静的问题是，就算你宋彬彬没有参与直接殴打，你该为这件事情承担历史责任吗？2014年的时候，宋彬彬作为一个形象代言人，是吧？他曾经为卞中云的死发过一个道歉信，但这个道歉信呢，仅仅是以一个红卫兵的身份道歉的，并没有说自己的某些历史责任。结果这封道歉信呢，没有获得卞中云丈夫王敬尧的谅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啊。那么讲完宋彬彬的这个简单的经历，我想提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跳开宋彬彬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公案啊，我想问的是，中共反复讲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是必须彻底否定。那我的问题是，中共真的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吗？那么如果中共真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了，卞中云的死，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呢？大家都知道，文革结束之后啊，中共召开了一个11届六中全会。这11届六中全会给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定义的呢？他说，文化大革命啊，是由领导人错误发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全国全党各族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内乱。3句话。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而且当时啊，中共的各种文件里啊，基本上都用10年浩劫、史无前例这样的话来形容文革。但是在我看来，尽管他当时啊在历史文件上讲到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其实他并没有彻底否定。为什么这么讲？大家听我来讲啊。首先，当时中共为什么要否定文革呢？这个理由也很充分啊。第一个，就邓小平，包括那些一大批啊，薄一波啊，什么习仲勋呐，这些当年被共产党整的这些领导人呐，在文革结束之后纷纷被平反，甚至又重新登上了权力的核心。那么他登上权力核心，他需要有一个合法性啊，因为他当年都是被老毛清点的、批判的嘛，打倒的嘛。你们这些人是党内的走资派，是叛徒、内奸、公贼。那你要重新掌权的话，那你必须否定老毛。否定老毛在文革中间对你的定性嘛，所以对他们来说，重新掌权本身意味着必须要否定文革，而老毛搞的这些党内斗争是吧，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嘛，所以这是出于一种非常现实的考量，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中共对文化大革命的那3句话：领导人错误发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全国全党各族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内乱，这中间啊，第2句话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老毛，这话可信吗？不可信吧？因为文化大革命是老毛发动的，没问题。其实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任何阶段性的那些措施，都是老毛亲自指挥的。林彪当时跟毛泽东在这个文革中间啊，的确有一些路线分歧啊，但是现在的文革史研究，实际上林彪当时的主张是恢复秩序，而老毛呢还在主张啊去砸烂一切，尤其是北大和清华，
当时是文革中间的2大这个核心区域啊。那当时这军队小组进入到北大和清华的时候，就是叫恢复秩序，不要搞武斗了。但老毛不看呐。所以实际上毛泽东跟林彪之间的所谓被林彪利用，那谈何说起啊？对吧？林彪贵为这个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他能利用老毛吗？是吧？毛泽东一句话他不就完了吗？林彪为什么叛逃？说白了，他预感到老毛要收拾他了才跑啊。他有什么样的能量去利用毛泽东啊？至于四人帮就更可笑了。这四人帮中间，王洪文就是上海的一个工人，由于文革期间平地青云，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何德何能，他能利用毛泽东啊？这四人帮中间的能量最大的是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为什么在文革之后就把江青抓起来？毛泽东去世之后不到1个月就把四人帮抓起来了，就把江青抓起来了。这中间当然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四人帮当时把持着政治局常委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这些老干部要想重新进入到政治舞台，必须通过政变的方式，所以华国锋跟叶剑英联手就把他们给抓了。这件事情它不是通过中共的内部的程序搞的，它是通过一场政变，在怀仁堂把这些人全抓起来了。那你要论述合法性，于是就把这个文革的那些所谓的历史责任先推给这4个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说，邓小平啊，也包括这些党内的陈云的这些高级干部，对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整他们，应该说是切齿痛恨。痛恨老毛，你已经死了，你活的时候我们不敢惹你，对不对？但你老毛的家人，我们可饶不了你啊！所以把江青抓起来，把毛衍新抓起来，把毛泽东的女儿隔离审查。所以邓小平当时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一开始还主张判江青死刑呢，结果后来陈云把他拉出来，说不行不行，党内斗争咱们不能开这个先例，就是不能判死刑，否则的话以后这个升级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最后判了死刑，缓期执行，最后把他关起来了。那对江青的恨，其实是对江青的恨吗？是对老毛的恨呐。所以你说江青利用了老毛，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啊。那么把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历史错误归根于这几个人身上，那这叫彻底否定吗？如果真要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就得彻底否定老毛啊。你毛泽东，你文化大革命的每一步的措施不都他搞的吗？但是对老毛这个地方他就不敢搞了，又是37开，又是46开，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彻底否定老毛的话，面临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危机，所以这是第2点，他没有办法，他采用了实用主义的做法。这是第3点。文革之后呢，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那当时也是搞了很多这个什么伤痕文学呀，然后反思文革啊，对不对？批判文革中间的很多做法，但是它有边界。什么边界呢？这个边界就是说，你不能把文革的批判揭露上升到共产党内在逻辑的程度，你只能把它归结为党内一小撮人他们错误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程度。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如果我们看文革，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称之为10年浩劫？为什么说是人类历史上的浩劫？那个什么父子反目，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互相揭发，甚至红卫兵搞武斗的过程中还有吃人肉的那种情景，毫不夸张地说，它真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但是这场浩劫的背后，实际上有共产党内在的基因和逻辑在支持。什么意思？就是共产党，你只要信仰它，你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是有党性没人性。这是有一个人概括的啊，这些话我忘了是谁讲的了。就是共产党，你如果信仰到最后，一定是有党性没人性。为什么那些人夫妻之间可以同床异梦，可以互相揭发？为什么父子之间可以反目？为什么一个家庭里头都会用阶级来划分，然后那么非常残忍的泯灭人性？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
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就是共产党的这套逻辑体系，共产党的这套意识形态主导的。但是对文革的否定不能触及到这个层面，因为触及到这个层面之后，也会危及共产党的合法性。所以你就知道了，所谓的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共产党内部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做到的。我再接着给大家讲，文革结束之后啊，当时啊有不少文艺作品反思文革，做得挺成功的。你比如说，当时有《芙蓉镇》这样的作品还比如说还有这个《霸王别姬》，是吧？我觉得真是看完之后，你对整个文革期间的那种人性的摧残，你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是吧？就是这些作品呢，当时的确是产生了很多这种怎么说，就是让人非常震撼的文艺作品。但是很快，关于文革题材就慢慢的变成了禁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年，张艺谋做的是什么1秒钟，本来原准备是2019年就在德林电影节去上映的，没有通过审查。为什么没有通过审查？就是这个节目的结尾太不光明了，太不光明了。他原先的片子到那个沙漠中间那个情节就结束了，但是审不过因为你这变成了简单的控诉文革那不行所以最后又补拍了一个结尾，一个光明的结尾。改革开放了，人们重新欢欣歌舞了，社会都正常了，然后重新去寻找那个细节。没有这个，这片子过不了。狗尾续貂，画蛇添足，但是必须这么做。大家再看看那个严歌苓写的《陆犯焉识》，再看看冯小刚拍的那个《芳华》。我看完这个《芳华》之后，我挺失望的。为什么呢？当时我就评论说，《芳华》拍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但实际上严歌苓那个小说呢，那是对文革泯灭人性的控诉。为什么？冯小刚不知道吗？因为冯小刚不这么拍，他的节目就通不过。因为文革你不能纯粹的否定，你如果否定文革的话不行。从文艺作品我再讲其他的，我们经常讲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这种否定首先是来源于对真相的追寻，就是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些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劫难的那民族在事革之后都搞了一个叫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你比如台湾有228的真相和解委员会，波兰也有，德国也有，对吧？这个真相和解委员会它一般来说有这2层逻辑。首先搞清历史事实，当时发生了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谈和解。没有真相也就没有正义嘛。那么有些虽然说搞清楚了，不向公众开放，不向公众公开，但也要对家人有一个交代。但是我们看一下，回过头来宋彬彬这件事情这个卞中云这个被打死之后，1978年他被平反昭雪了。平反昭雪了之后呢，给了他400块钱的抚恤金。但是她的丈夫王敬尧这么多年来不依不饶，他在文革结束之后就起诉了一些人，他要求公安机关去查清楚，他不是报案吗？查清楚当年到底是谁把卞中云给打死了。要求不过分吧？他的妻子在学校被打死了，到底谁参与打死的？总要搞清楚吧。结果后来公安机关给他批复是什么呢？说是当年事情过了多年了，过了追诉期了，而且整个文革期间这事情都是批量化的，什么什么之类的，不予受理。在没有一个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这么多年他一直的在追寻他的妻子到底是被谁打死的。北师大也有一些女中的校友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在没有一个真相和解委员会的介入之下，没有找到当年的档案，当事人的一些回忆，甚至说一些公安机关的介入，没办法搞清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案子是不是跟朱令案有点类似朱令案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朱令的家人不依不饶，他们班里的那些同学也不依不饶。几十年之后，随着朱令的去世，事情也没有水落石出。因为你要想搞清真相，必须得有一个国家组织的真相和解委员会才能做到。但是
事关文革，多少类似的卞中云的案子，搞清楚了吗？根本没有搞清楚，也没人试图搞清楚，这事情就过去了。只有王敬尧这么多年来还把他自己妻子的血衣珍藏在自己的家里，只有他自己还在不断的呼吁。但是随着他的去世，整个这一代人的记忆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真相呢？没有。和解呢？也没有。这就是中国的文革。你能说这是彻底否定吗？我再说一点，我过去是硕士期间是搞历史研究的啊。我们当时这个上过一门课，就是北大清华与文革嘛。在中共的历史文献里，他曾经做过历史文件的汇编。这历史文件的汇编涉及到文革部分，那几卷3卷我记得不公开发行。也就是说，一般人你买不到，也看不到。在我们当时作为历史系的学生还能看到，但是它是不公开发行的。中共把文革期间的所有的文件都当作机密。你比如说，中国现在研究红卫兵当时的那些小报各种大字报各种各样的那种宣传材料在全国有2个收藏中心，一个中心呢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另外一个中心呢就是北京大学档案馆。但是这2个这个机构普通人都没办法查阅文革期间的档案，你都需要拿蓝参，有关部门给你批的一个蓝色的这个参考证，你才能看这文革期间的档案。更不用说中共中央的文献这个史料里头，毛泽东当年文革期间搞的那些东西了，根本不让你看。所以你现在如果要想看文革期间的那些历史档案，很多的时候你还得去外国，欧洲有一个中心，日本有一部分藏品，美国也有。在中国呢，你想看呢，看不到。所以说，别说是历史真相了，关于文革期间的历史研究都是禁区，都是历史禁区，不允许研究。那你说，这叫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吗？大家还记得吗？巴金老人在文革之后，他一直在呼吁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他直到活到101岁，直到临死，这个夙愿也没有达成。他当时说，为什么要建文革博物馆？他说文革不是说就是只有一个人错误发动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呐。他说我们要反思文革，我们需要脱下面具，掏出良心，看看那10年中间我们每一个个体究竟做了什么。这话说得多好。他说只有分清楚我们自己的责任，偿还大小债，我们才能避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只有不会忘记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哎呀，我觉得在宋彬彬死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重新听一遍巴金老人的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的这个重要。宋彬彬是去世了，但是他那个时代还没有谢幕。我们如果要是让那个悲剧不再重演的话，可能至少要搞清楚那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要记住那个时代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多么深痛的灾难。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他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我们感到更加亲切。毛主席永远和我们战斗在一起。我们有伟大的主帅毛主席，我们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要当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干事，跟着毛主席干。这个师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女子师范大学，它
他们接受了一大批最珍贵的古典文集。那这个古典文集啊，就扔在地上没人管的。康熙年间的，那个手一碰就破的来了。我老师还真是觉得应该改造了，一个不可理解那个改一下了，那个对党的这个崇拜的心。